弟弟结婚，我送了套328万的房子当贺礼。酒席上，弟媳当众说：“你弟要不是娶了我，现在还在工地上扛水泥呢。”我笑了笑，第二天就从公司撤了资。婚礼进行到敬酒环节时，我端着酒杯站在弟弟席涛身边，看着他满脸幸福的笑容，心里涌起一阵欣慰。28年了，这个从小跟在我身后的弟弟终于要成家了。姐，今天多亏你了。席涛压低声音对我说，眼眶有些发红。要不是你送的那套房子，我根本娶不起婉秋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都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干什么？话音刚落，新娘周婉秋就端着酒杯走了过来。她今天化了精致的妆容，穿着价值10几万的婚纱，整个人看起来光彩照人。大姐，我敬你一杯。周婉秋笑容满面的举起酒杯。我正要回应，她却突然转向旁边的宾客席，提高了音量：“各位亲朋好友，我要特别感谢我大姑姐，她今天送了我们一套328万的房子做贺礼。”周围响起一阵惊叹声。我皱了皱眉，这种事情本该低调处理，她这样大声宣扬，让我有些不舒服。但接下来他说的话让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不过说实话，周婉秋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，脸上的笑容带着一丝轻蔑。席涛要不是娶了我，现在还在工地上扛水泥呢。我爸妈给他在公司安排的职位，月薪3万，比他以前1年赚的都多。这套房子嘛，就当是对我们家的投资回报吧。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，我感觉到无数道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有同情的，有尴尬的，还有幸灾乐祸的。席涛的脸涨得通红，他拉了拉周婉秋的衣袖：“婉秋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错了吗？”周婉秋甩开他的手：“要不是我家看得起他，他能有今天？你姐再有钱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得看着我的脸色。”我的手指紧紧握住酒杯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3年前，席涛确实在工地上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人。那时候他刚大学毕业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我让他来我公司，他说要靠自己。我尊重他的选择，每个月偷偷给妈打钱，让他以生活费的名义转给席涛。1年前，席涛认识了周婉秋，他家开着一家贸易公司，据说资产上千万。席涛像着了魔一样，每天围着周婉秋转。为了娶她，他开口向我借钱买房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给他转了328万，说是借，其实从没想过要他还。那套房子，我让他写自己的名字。我以为这样能让弟弟在婚姻里更有底气，没想到反倒成了别人眼中的投资回报。周婉秋，我终于开口，声音低沉而冷静：“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他挑了挑眉毛，脸上的轻蔑更加明显：“字面意思啊，大姐，你不会以为你弟弟是靠自己的能力进我爸公司的吧？要不是看在你这个做姐姐的面子上，你以为我们家能让他进去？”我放下酒杯，扫视了一眼在座的宾客，他们有的低头看手机，有的假装喝酒，所有人都在躲避我的目光。只有坐在角落里的妈，眼眶红红的看着我，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婉秋，别说了。席涛终于爆发了，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：“姐对咱们这么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”我说错了。周婉秋冷笑一声：“你有本事，你现在就还他328万啊！还不起就闭嘴。”宴会厅里响起几声压抑的笑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。
我看向席涛，他低着头，双手握成拳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，席涛6岁那年，在学校被高年级学生欺负，回家后就是这副模样，低着头，握着拳，什么话也不说。那时候我12岁，第二天就去学校找了那个欺负他的孩子，虽然被揍得鼻青脸肿，但对方再也没敢碰席涛。可现在欺负他的人是他的新婚妻子，而我又能为他做什么呢？我笑了笑，笑容在所有人看来应该很平静。没事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都是应该的。我举起酒杯，一口饮尽，然后转身离开了宴会厅。身后传来周晚秋尖锐的声音：看见没有，有钱人也得听我的。我的步伐没有停顿，走出酒店，冷风扑面而来。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律师的电话。陈律师，明天上午9点，你来一趟公司。我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。准备撤资协议，我要从席涛的公司撤出全部投资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席总，您确定吗？那可是您弟弟的公司。确定。我打断了他。另外，调查一下周晚秋家的贸易公司，所有能查到的资料我都要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酒店门口，看着霓虹灯闪烁的街道。手机屏幕上还停留着半年前的一条短信，是席涛发来的：姐，我找到人生方向了，我要靠自己闯出一番事业。等我赚钱了，一定把房款还你。我把手机收进口袋，深吸一口气。该教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弟什么叫做现实了，也该让某些人知道328万不是那么好拿的。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，我打开灯，空荡荡的别墅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，坐在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江景。这套房子是我5年前买的，当时公司刚刚完成 B 轮融资，我终于有能力给自己一个像样的住处。手机响了，是妈打来的。泽阳，晚秋那孩子说话是冲了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妈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她可能是今天太高兴了，一时口不择言。妈，我没事，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，您早点休息，别为这事儿上火。可是妈，真的没事。你把手机给席涛，我跟他说几句。电话那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然后是席涛闷闷的声音：姐，婚礼第1天，好好陪你老婆。我说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姐，对不起。席涛的声音突然哽咽了，我不知道他会那么说话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行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别在新婚夜哭鼻子。我笑了笑，睡吧，明天还得回门呢。挂断电话后，我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18年前，爸因为工伤去世，只留下一笔20万的赔偿金。那时候我16岁，席涛10岁，妈一个人支撑不起这个家。我放弃了考重点高中的机会，去读了职业技术学校，学了计算机编程。3年后，我19岁，职校毕业。我拿着爸的赔偿金，在城中村租了个20平米的房间，开始接网站建设的私活。那3年，我几乎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白天给别人打工赚生活费，晚上做私活攒创业本金。席涛那时候在读初中，每次回家看到我红着眼睛对着电脑，他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，一声不吭地陪着我。姐，你歇会儿吧，他总是这么说。不行，这个项目明天要交，我回答。那我陪你。就这样，
我们姐弟俩在那个逼仄的出租屋里度过了无数个夜晚。4年后，我23岁，积累了第一笔50万的启动资金。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泽阳科技，主攻企业管理软件开发。公司从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人，年营收突破3个亿。喜涛高考那年，我已经赚到了第1个1000万。我跟他说，考哪个大学都行，学费生活费我全包。他考上了本市的一所2本院校，学的是工商管理。大学4年，我每个月给他5000块生活费。他从来不乱花，每次放假回来还会给我和妈买礼物。3年前，喜涛大学毕业，我让他来公司做管理培训生，月薪1万，按正常员工待遇。他拒绝了。姐，我想靠自己。他很认真地说，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靠姐姐才有今天的。我理解他的想法，年轻人都有自尊心。于是我说，那你先去外面闯闯，什么时候想回来了，公司永远给你留着位置。他去了建筑公司，从最底层的工地小工做起。我偷偷托朋友关照他，但不让他知道。那段时间，妈经常半夜偷偷哭。她说，喜涛每次回来手上都是血泡，晒得黑不溜秋的，她看着心疼。我也心疼，但我知道这是他必须经历的成长。一个男人总要在社会上磨练过，才能真正成熟。1年后，他受不了工地的苦，进了一家小公司做销售，业绩平平，月薪3、4千。又1年后，他跳槽去了一家物流公司做业务员，这次稍微好一点，旺季能拿到7、8千。就在这时候，他认识了周婉秋。那是1年前的春节，喜涛把周婉秋带回家。女孩长得漂亮，打扮时髦，说话也挺客气。妈很高兴，拉着她的手说了一晚上话。泽阳啊，婉秋家里条件不错，她把开公司的妈私下对我说，这孩子能看上喜涛，是喜涛的福气。我当时只是点点头，没多说什么。接下来的半年，喜涛像变了个人。他开始注重打扮，买名牌衣服，换了新手机，还贷款买了辆10几万的车。姐，婉秋说他家人很看重面子，我不能让他丢脸，他解释说。我看着他，想说些什么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年轻人谈恋爱总要付出些代价，我理解。去年中秋节，喜涛突然来找我，姐，我想向你借点钱。他低着头，声音很小。多少？我问。300万。他咬着牙说出这个数字。婉秋说他家人要求我买房子才能结婚，首付要300万。我手里只有20几万，差得太多了。我当时就皱眉了，买房子是应该的，但300万首付是要买多大的房子？一套120平的，总价480万。喜涛说，在江北新区那边发展前景好，婉秋喜欢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你现在月收入多少？7000左右，有时候能到1万。他说，那你算过没有？扣掉300万首付，还有180万贷款，每个月房贷要还多少？1万2左右吧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。你拿什么还？我直视着他，就算我把钱借给你，你一个月赚1万，房贷就要1万2，你们吃什么？喜涛突然跪了下来。姐，我求你了。他眼眶红红的。婉秋说了，买不了房子，他爸妈就不同意我们结婚。我真的很爱他，我不能失去他。那一刻，我心软了。我让他起来，然后说，钱我给你，但不是借，是送你的。喜涛愣住了，
姐有2个条件。我继续说，第一，房子写你的名字，婚前财产。第二，你来我公司上班，从基层做起，月薪15000，但我不会特殊照顾你。他使劲点头，好，我都答应。还有，我顿了顿，我会注资100万，和你合开一家分公司，股份55分，你负责运营，我负责技术支持，这样你也算有自己的事业，晚秋家那边也好交代。席涛当时哭了，抱着我说了无数遍谢谢姐。3个月后，房子买了，公司也注册了，习泽科技，注册资本200万，我和席涛各占50%股份。我实际注资150万，他注资50万，是我给他的。公司主营业务是承接泽阳科技的外包项目，说白了就是我养着他。但对外宣传，习泽科技是一家独立的软件开发公司。半年后，周晚秋家里说，既然席涛有了自己的公司，不如来他们家的贸易公司帮忙，可以学习学习怎么做生意。席涛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说你自己决定，但公司的事不能耽误。他去了，每天在周家的公司上班，周末才回习泽科技看看。再后来就是今天的婚礼。我睁开眼，威士忌已经见底，窗外的江面波光粼粼，霓虹灯的倒影在水面上晃动。手机又响了，是公司副总打来的。习总，刚接到消息，习泽科技那边今天下午突然从银行贷了200万，用公司资产做的抵押。副总的声音很凝重，您之前授权过，所以银行直接批了。但按照正常流程，这种大额贷款应该提前跟您报备的。我坐直了身体，什么时候的事？下午3点，就在婚礼开始前。我看了看时间，现在是晚上11点半。也就是说，在婚礼上羞辱我之前，席涛或者周晚秋已经从公司贷出了200万。知道钱用到哪里了吗？我问。不清楚，但财务说审批的人是周晚秋，他拿着席涛的授权书去办的。我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，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我知道了，明天上午你来公司，我们详细谈。挂断电话，我又给陈律师发了条消息，明天除了撤资协议，再准备一份股权转让协议。发完消息，我走到书房，打开保险柜，拿出习泽科技的所有文件。股权协议、公司章程、银行授权、财务报表，我一份份翻看，心里越来越清晰。凌晨3点，我终于看完了所有文件。我点了根烟，这是我戒烟3年后第一次复吸。烟雾在空气中缓缓升起，我透过烟雾看着那一摞文件。如果我没记错，6个月前，席涛来找我，说公司要扩大业务，需要增资100万，还让我签了一堆授权文件。当时我没多想，钱直接转过去了，文件也签了。现在想来，那些文件里应该有银行贷款的担保授权。我笑了笑，笑容里带着苦涩。我这个弟弟什么时候学会算计自己的亲姐姐了？还是说教他这些的是他那个能干的新婚妻子？第二天上午9点，陈律师准时来到公司。习总，这是您要的周晚秋家族企业的资料。陈律师递给我一份文件，周家的公司叫恒远贸易，注册资本1000万，实际经营状况不太理想。我翻开文件，里面详细列出了恒远贸易近3年的财务数据。营收逐年下降，从第1年的8000万降到去年的3000万，利润更是惨淡，去年只有不到100万，
今年上半年甚至出现了亏损。负债情况呢？我问。银行贷款600万，供应商欠款400多万，员工工资拖欠2个月。陈律师顿了顿，说实话，这家公司已经在破产边缘了。我继续翻看资料，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，习泽科技。这是什么？我指着一笔50万的转账记录。3个月前，恒远贸易从习泽科技账上转走了50万，名目是项目合作款。陈律师说，但我查了，两家公司之间并没有任何实际业务往来。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。还有吗？有。陈律师又翻出几页，2个月前30万，1个月前20万，加上昨天贷的200万，习泽科技前后向恒远贸易转移了300万现金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300万，正好是我给习涛买房的钱。周晚秋在习泽科技的职位是什么？我问。财务总监。陈律师说，半年前任命的，任命文件上有您的签字。我想起来了，半年前习涛说公司要规范财务管理，想让周晚秋来帮忙。我当时觉得都是一家人，也就同意了。没想到我是亲手把狼引进了羊圈。陈律师，按照公司章程，我作为50%股东，有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吗？有，但需要提前3天书面通知另一位股东。那就发通知，3天后开股东大会，议题是罢免周晚秋的财务总监职务，以及审计公司账目。明白。陈律师记录下来。还有撤资的事暂缓。我说，我要先把账目查清楚。如果只是300万，那还好说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我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但陈律师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习总，我建议您现在就冻结习泽科技的银行账户，防止资金继续流失。可以这样做吗？可以，您有授权。而且以审计为由，冻结账户是正常程序。那就办。陈律师走后，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城市。手机响了，是习涛打来的。姐，你是不是冻结了公司账户？他的声音很急促。财务刚才说所有账户都被锁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例行审计，我平静地说，我作为股东，有权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。可是现在有笔款要付，如果不付，供应商那边什么供应商？我打断他，习泽科技是软件公司，哪来的供应商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是晚秋家公司的供应商。习涛的声音越来越小，他家公司最近资金紧张，我想着都是一家人，就先垫付一下。垫付多少？150万。我笑了，笑得连自己都觉得凉。习涛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努力控制着声音，你拿公司的钱去给你老婆家的公司还债。姐，不是这样的。习涛急了，这是正常的商业往来，我们之间有合同的。合同？什么合同？拿来给我看看。合同在晚秋那里。那让他拿过来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姐，你别为难晚秋。他昨天说话是不对，但那只是一时口快，他本质不坏的。习涛，我冷冷地说，我给你24小时，把习泽科技的所有账目清单以及所谓的合作合同送到我办公室。如果你拿不出来，我就走法律程序。姐，我挂断了电话。手机立刻又响了，这次是妈打来的。泽阳，你是不是跟习涛吵架了？妈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他刚才给我打电话，
说你要查他公司的账，还要告他。你们姐弟俩这是怎么了？妈，您别管这事儿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这是公司的事，我会处理。什么公司不公司的？你们是姐弟啊！妈哭了起来。你爸走得早，我就你们两个，你们要是闹翻了，让我怎么活啊？妈，您听我说，我尽量放缓声音，不是我要为难席涛，是有人在利用他。我必须把事情查清楚，不然将来吃亏的还是他。可是晚秋是他老婆啊，你怎么能说是利用呢？我沉默了。泽阳，妈求你了，就当是为了我，别跟席涛计较了。妈的声音越来越低，那300万就算是妈欠你的，我这条老命给你做牛做马还。妈，我打断他，您别这么说，钱的事我不在乎，但席涛现在走的路不对，我必须拉他回来。那你也不能冻结他公司的账户啊，他现在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了。员工工资？我一愣，习泽科技只有5个员工，每个月人工成本最多5万，公司账上有几百万，怎么会发不出工资？妈说不出话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妈，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已经没了？我不知道，是席涛说的。我挂断电话，立刻给财务总监打电话，马上查习泽科技的银行流水，最近3个月的，我要看到每一笔超过10万的转账记录。10分钟后，财务总监把资料发到我邮箱。我打开电脑，一行行看过去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最近3个月，习泽科技的账户上转出去的钱总计520万，除了我知道的那300万转给恒远贸易，还有220万不知去向。收款方是一家叫鼎盛投资的公司。我搜索了一下这家公司，注册资本100万，法人代表叫周宏达。周宏达，周晚秋的父亲。我整个人往后一靠，感觉背后冒出一层冷汗。520万，公司账上的钱已经被转走了520万，而习泽科技总共也就这么多流动资金，也就是说，公司现在已经是个空壳了。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一串串数字，突然想起昨天周晚秋在婚礼上说的话，这套房子嘛，就当是对我们家的投资回报吧。原来他说的是真话，他真的把席涛，把我当成了他们家的提款机。下午3点，我开车来到习泽科技的办公室。这是一间在写字楼里租的小办公室，面积不到100平米，租金每月8000。我推开门，里面只有2个程序员在敲代码。看到我进来，他们都站了起来。习总好。我点点头。习涛呢？习总出去了，说是去见客户。其中一个年轻人说。周晚秋呢？周总也不在。我环顾四周，办公室很简陋，除了几张办公桌和电脑，连个像样的会议室都没有。最近公司有接新项目吗？我随口问。2个程序员对视一眼，都摇了摇头。那你们平时做什么？主要是维护泽阳科技那边外包过来的项目。年轻人说，不过最近1个月也没什么活了。工资正常发吗？上个月拖了半个月，这个月还没发。年轻人小心翼翼地看着我。习总说是资金周转问题，让我们再等等。我点点头，走进里面的财务室。桌子上堆着一些文件，我随手翻了翻，大多是一些报销单据和发票。突然，我看到一份合同，合同甲方是习泽科技，乙方是鼎盛投资，内容是习泽科技向鼎盛投资借款200万，年利率 18%， 期限1年，签订日期是2个月前，
署名是席涛。我拍下了合同，然后继续翻看，又一份合同，习泽科技向恒远贸易采购软件开发服务，金额300万，分3期付款。采购软件开发服务，我们自己就是做软件的，为什么要向一家贸易公司采购？我仔细看了合同条款，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份虚假合同。所谓的软件开发服务，没有任何具体的项目说明，没有交付标准，没有验收条款，这就是一份用来转移资金的白手套合同。我把这份合同也拍了下来，正要继续翻，门突然被推开了，周晚秋站在门口。他今天穿着一身职业装，化着精致的妆，和昨天婚礼上判若两人。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他笑着说，但笑容没有到达眼底。有事提前说一声，我好给你泡茶。不用，我把手机放进口袋，我来看看公司的情况。哦，那也用不着冻结账户吧？周晚秋走到我对面坐下，我们还有很多款要付，账户一冻结，供应商都找上门了。什么供应商？我盯着他。习泽科技是轻资产公司，除了人力成本和房租，还有什么支出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周晚秋端起桌上的茶杯，慢慢喝了一口。做生意嘛，总要有往来。我爸那边有些资源，可以给公司带来项目，但需要先付一些定金。项目在哪里？正在谈，还没签约。那为什么已经付了300万？周晚秋的手顿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正常。大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查账？对，查账。我直视着他，作为公司股东，我有权了解每一笔资金的去向。那也要走程序吧？周晚秋放下茶杯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你这样突然冻结账户是违规的。违规？我笑了。那我问你，你作为财务总监，在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，私自将公司资金转移到关联企业，算不算违规？周晚秋的脸色变了。什么关联企业？恒远贸易是我爸的公司不假，但我们之间是正常的商业合作。合同呢？在公司保险柜里。拿出来我看看。凭什么？周晚秋站了起来。习泽科技是习涛的公司，你虽然是股东，但日常经营是习涛负责的。你想看合同，应该问习涛，而不是问我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我也站起来。公司向鼎盛投资借款200万，年利率18%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周晚秋脸色一白。这是公司资金周转需要，我当然知道。那为什么要向你父亲的公司借款？银行贷款利率才6%，你们倒好，借高利贷。那是因为银行审批慢。周晚秋声音提高了，我们急需资金，鼎盛投资可以立刻放款。急需资金做什么？我步步紧逼，公司每个月开支不过10万，账上有几百万，能急到哪里去？周晚秋被问得说不出话来，脸涨得通红。就在这时，习涛冲了进来。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跟晚秋说话？他挡在周晚秋前面。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别为难他。我看着习涛，这个从小跟在我身后的弟弟，现在正瞪着眼睛看着我，像是在看一个仇人。习涛，我问你，公司的钱都去哪儿了？什么去哪儿了？习涛心虚地避开我的目光。都用在正常经营上了。正常经营？我拿出手机，调出银行流水的照片，3个月520万，全部转给了恒远贸易和鼎盛投资。这就是你说的正常经营？习涛看着手机屏幕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姐，你什么？我的声音冷得像冰。
席涛，我问你，公司是谁的？是我们2个人的。那为什么动用资金不经过我同意？我以为这些都是小钱，不用特意汇报520万是小钱。我冷笑一声，席涛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席泽阳，你说话注意点。周晚秋突然尖叫起来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席涛？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我转向他，我是席泽科技50%的股东，是这家公司的实际出资人，而你只是一个财务总监。记住你的身份，周晚秋。你……周晚秋气得浑身发抖。席涛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姐这是在侮辱我。席涛看看我，又看看周晚秋，脸上写满了痛苦。姐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？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晚秋是我老婆，你这样说她，让我很难做。难做？我感觉心口像被人狠狠捅了一刀。席涛，我现在问你，这520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席涛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。是我同意的，他最终说。晚秋家的公司遇到了困难，我想着都是一家人，就帮忙。帮忙？我笑了。你拿公司的钱去帮别人家的公司，有没有想过这是挪用公款？什么挪用？周晚秋又叫了起来。我们之间有合同，是正常的商业行为。那好，把合同拿出来，我们现在就找律师鉴定，看看你们这合同是真是假。周晚秋的脸色变了又变。凭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查我们的合同？就凭我是股东，我的声音震得整个办公室都在回响，就凭这公司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。姐，席涛突然跪了下来。姐，我求你了，别追究了，我会还你的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席涛，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悲哀。这个我从小护到大的弟弟，现在为了一个女人跪在我面前。席涛，你起来。我的声音沙哑。你是我弟弟，不是我仇人，用不着下跪。那你能不能3天后股东大会？我打断他，把所有账目整理清楚，把所有合同拿出来。如果没问题，我解冻账户；如果有问题，我看了一眼周晚秋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身后传来周晚秋尖锐的声音：席涛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你亲姐，为了几个钱，连姐弟情都不要了。然后是席涛的哭声：晚秋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我走进电梯，靠在冰冷的电梯壁上，闭上眼睛。手机响了，是陈律师发来的消息：席总，查到了。鼎盛投资和恒远贸易是同一个法人周宏达，而且这2家公司都有大量未偿还的民间借贷，涉及金额超过2000万。我的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，最终回复了2个字：知道了。电梯到了1楼，门打开的瞬间，我看到大厅的镜子里映出自己的脸。那张脸上写满了疲惫，眼睛里是掩饰不住的失望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，席涛被人欺负，哭着回家找我。我去帮他出头，被揍得鼻青脸肿，但看到他躲在我身后，眼里满是依赖和崇拜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可现在，我不知道自己保护的究竟是席涛，还是一个已经被人蛊惑的陌生人。晚上8点，我刚回到家，门铃就响了。打开门，妈站在门外，眼睛红肿，手里拎着个保温盒。泽阳，妈给你炖了汤。她说话的声音沙哑。你这几天肯定没好好吃饭。我让妈进来，
接过保温盒放在餐桌上。妈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跑过来？我不来行吗？妈坐下来，用袖子擦了擦眼泪。你和席涛闹成这样，我这个当妈的能不管吗？我沉默地打开保温盒，里面是老母鸡汤，飘着一层金黄的油花。喝点汤，妈给我盛了一碗。泽阳，妈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可席涛毕竟是你弟弟。妈，您知道公司的事吗？我打断他。知道一点。妈低下头。席涛今天回来跟我说了，说公司的钱出了点问题，你很生气。不是出了点问题，我放下勺子，是全没了。我投进去的150万，他自己的50万，还有公司这一年赚的钱，全都被转走了。妈的手抖了一下，全没了。对，500多万，一分不剩。那钱呢？都给了周晚秋家的公司。我看着妈，您还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吗？妈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怎么会这样？所以我要查清楚。我继续说，这些钱到底用到哪里了？有没有可能追回来？还有席涛在这件事里到底是什么角色？席涛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妈急忙说，他从小就老实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一定是晚秋，就算是周晚秋怂恿的，他也是自愿的。我冷静地说，妈，席涛26岁了，不是小孩子了，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可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啊！妈拉住我的手，泽阳，妈求你了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。那些钱妈会想办法还你的，妈这条老命。妈，我打断他，您别说这种话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我沉默了很久，最终说是信任的问题。妈愣住了。席涛从小跟着我长大，我以为我了解他，我的声音很轻，可现在我发现我根本不了解他，或者说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席涛了。不是的，泽阳，妈哭了起来，席涛还是那个席涛，只是他被晚秋蒙蔽了。你要帮他把他拉回来啊？怎么拉？我反问。妈，您没看见今天他护着周晚秋的样子吗？在他心里，我这个姐姐比不上一个认识才1年的女人。那是因为他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对，他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我重复着这句话，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清醒过来。你想怎么做？妈警惕地看着我。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说，如果查出来确实有问题，我会走法律程序。你要告你弟弟？妈的声音突然提高了。泽阳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是席涛疯了。我站起来。妈，您看不清吗？周晚秋家的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了，他们就是看中了席涛背后有我，想通过他来骗我的钱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妈喃喃自语。晚秋那孩子看起来挺好的，看起来好。我冷笑，您忘了他昨天在婚礼上怎么说的了？席涛要不是娶了我，现在还在工地上扛水泥呢，这是一个儿媳该说的话吗？妈沉默了。还有，他当着所有宾客的面说这套房子就当是对我们家的投资回报。妈，您听听，这是把我们当提款机呢。可是席涛喜欢他啊。妈的声音越来越小。喜欢？我感到一阵悲哀。妈，席涛喜欢的不过是一个精心伪装的骗子。话音刚落，门突然被敲响了。我打开门，席涛站在门外，脸色苍白，眼睛通红。姐，我都听见了，他的声音在颤抖。你真的觉得晚秋是骗子？我们对视着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你跟来的？我看向妈。我不知道。妈慌了。席涛走进来，直直地看着我。姐，回答我的问题。
你真的觉得晚秋是骗子？对，我没有回避，我觉得他就是骗子，而且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骗子。席涛突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好，很好，他说，姐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榜样。你赚到第1桶金的时候，我高兴的一晚上没睡。你公司上市的时候，我在朋友圈发了好几条状态，说我姐多厉害。席涛，但是你呢？席涛打断我，你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我。我想靠自己，你说我没能力。我谈恋爱，你怀疑人家是骗子。我开公司，你处处监视我。姐，在你眼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你是我弟弟，我说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关心你。关心？席涛冷笑，这是关心吗？这是控制。你给我钱，给我公司，给我一切，但同时也要控制我的一切。你说是为了我好，其实不过是想证明，离开你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你在说什么？我震惊地看着他。我说的是事实。席涛的情绪彻底爆发了。你知道别人怎么说我吗？他们说我是席泽阳的弟弟，是靠姐姐吃饭的废物。每次我想反驳，可我又能说什么呢？我确实是靠你的钱买的房，靠你的钱开的公司。我在所有人面前就是个废物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，我说。可是别人这么想，晚秋家人这么想。席涛吼道，所以我想证明，我也可以自己做点事情，哪怕失败了，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所以你就把公司的钱转给周家。我忍不住提高声音，席涛，你这不是证明自己，这是愚蠢。我愚蠢？席涛眼眶里的泪水滚落下来。那你呢？你聪明。你聪明到连自己的弟弟都信不过。不是我信不过你，是你让我失望。这句话脱口而出，我立刻后悔了。席涛的脸色变得惨白，身体摇晃了一下，差点站不稳。失望，他喃喃重复着这2个字。对，我让你失望了。从小到大，我都让你失望。席涛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席涛擦了擦眼泪，姐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最怕的就是听到你说这句话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突然跪了下来。姐，我最后求你一次。他的声音已经哽咽，给我半年时间，我会把钱还给你。但是请你不要告晚秋。席涛，你起来！妈冲过去要扶他。妈，您别拦我！席涛固执的跪着。姐，就当是我最后一次求你。半年，只要半年，我会想办法把钱赚回来。你怎么赚？我冷冷的问。继续让周晚秋掏空你。我会离开他。席涛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我会和他离婚，然后把钱还给你。我愣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会离婚。席涛抬起头，眼里满是绝望。这总可以了吧？妈惊呼一声，差点晕倒。席涛，你疯了吗？妈哭着说，你们才刚结婚1天啊。那又怎样？席涛惨然一笑，反正我姐都说了，晚秋是骗子。既然是骗子，那就离婚呗。我没让你离婚，我说。那你想怎样？席涛站起来。姐，你直接说，你想怎样？要我还钱，还是要我和晚秋划清界限？或者你想让我一辈子都待在你的羽翼下，做一个废物弟弟？够了！我也忍不住吼了出来。席涛，你清醒一点。我查账，是因为公司的钱不明不白的没了。我要追究，是因为这件事本来就违法。这跟你是不是我弟弟，跟你要不要独立，没有任何关系。
有关系。席涛眼睛通红的看着我，因为如果不是你弟弟，你根本不会管这些事。你就是要证明我离不开你。我突然感到一阵无力，我们之间的隔阂已经深到了这种地步。好，我终于说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多管闲事了。我走到保险柜前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股权转让协议。我把文件放在茶几上，我把习泽科技50%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你。从今往后，那家公司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席涛呆住了，姐，你不是想独立吗？我看着他，现在公司是你一个人的了，想怎么经营，想把钱给谁，都是你自己的事，我不会再过问。泽阳，妈哭着拉住我，你在说什么？妈，您别拦我。我轻轻推开他的手，既然席涛觉得我是在控制他，那我放手好了。我拿起笔，在转让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把协议推到席涛面前。签吧。席涛看着协议，手伸出去又缩回来，反复几次，最终还是拿起了笔。他签字的时候，手在剧烈颤抖，纸上都被泪水打湿了。姐，对不起，他哽咽着说。不用说对不起，我平静地说，从今往后，你有你的路，我有我的路，我们都好好活着。签完字，席涛拿着协议，转身踉跄着走出门。门关上的瞬间，妈崩溃了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默默地站着，看着妈哭，看着那碗已经凉透的鸡汤，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陈律师发来的消息，席总又查到了新情况，周宏达的鼎盛投资还向习泽科技抵押了一笔500万的银行贷款，担保人是席涛，如果还不上，席涛要承担连带责任。我握着手机，手指紧得发白。500万的担保，加上已经转走的520万，席涛已经陷进去1000多万了。我坐下来给陈律师回复，继续查，把所有能查的都查清楚。然后我抱住头，第一次在这些年里感到了深深的无力。协议签完的第3天，我还在公司处理工作，陈律师又发来了新消息。席总，情况比想象的严重。电话里陈律师的声音凝重。鼎盛投资以习泽科技的名义，一共从3家银行骗贷了将近500万，所有贷款合同上席涛都签了字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继续说，这500万分别是工商银行200万，建设银行150万，农业银行150万。贷款理由都是经营周转，但实际上这些钱都进了鼎盛投资和恒远贸易的账户。还有吗？有，恒远贸易还签了大量民间借贷，总计1500万左右，其中一部分的担保人也写的是席涛。我睁开眼睛，看着天花板。1500万的民间借贷，500万的银行贷款，加上之前转走的520万，席涛身上已经背了至少2500万的债务。周宏达现在什么情况？我问。跑了，陈律师说，3天前他把恒远贸易和鼎盛投资的账户全部清空，人已经联系不上了。周晚秋也跟着失踪了。我猛地站起来，席涛知道吗？应该知道了。今天上午，工商银行的人去习泽科技讨债，公司已经人去楼空。我打席涛的电话，一直关机。我立刻拨打席涛的电话，果然关机。我又打妈的电话，响了很久才接通。妈，席涛在哪？我不知道。妈的声音在颤抖。他2天没回家了，
电话也打不通，他最后一次联系您是什么时候？前天晚上。妈哭了起来，她说她要去处理点事情，让我别担心。泽阳，席涛他不会出事吧？我心里一沉，强作镇定。妈，您别慌，我去找他，有消息马上告诉您。挂断电话，我拿起车钥匙冲出办公室，到了席涛租的房子，门锁着，敲了半天没人应。我找物业开了门，房间里一片狼藉，衣服扔得到处都是，桌上还摆着吃了一半的泡面。我打开他的电脑，屏幕上还停留着一个网页，如何处理巨额债务。心脏像被人狠狠攥住，我拿出手机，一边下楼一边给席涛所有可能认识的朋友打电话。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我开车在城市里漫无目的的找，从他常去的网吧到他喜欢的餐厅，从公司到我们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，一无所获。晚上11点，我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。你是席涛的姐姐吗？民警的声音很严肃，请你马上来一趟派出所。我的手抖了一下，他怎么了？人找到了，但情况不太好。你来了再说。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派出所，一进门就看到席涛坐在椅子上，头发凌乱，衣服皱巴巴的，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。席涛，我冲过去。他抬起头，眼神空洞的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发出声音。席女士，你弟弟今晚在江边徘徊，被巡逻的同事发现了。民警说，根据他的状态，我们怀疑他有轻生倾向，所以把他带回来了。我感觉天旋地转，一把抓住席涛的肩膀。你疯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席涛突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流下来。姐，我完了。他的声音嘶哑，我彻底完了。闭嘴！我吼道。你给我闭嘴！民警出面制止我们。席女士，请冷静。你弟弟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我们建议你带他去医院看看。我知道了，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谢谢你们。签了字，我扶着席涛走出派出所，他整个人都是软的，像没有骨头一样。我把他塞进车里，系上安全带，然后坐到驾驶位上，却发现自己的手在抖，根本握不住方向盘。姐，席涛突然开口，晚秋走了。我没说话。他和他爸一起走的，把所有钱都卷走了。席涛的声音很轻，他走之前给我发了条短信，说谢谢你这个傻子。然后我去查账，才发现我欠了2000多万。他惨笑，2000多万啊，姐，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？席涛转头看着我，眼里全是绝望。我想，如果我死了，是不是就不用还了？我猛地转过头，盯着他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想死。席涛平静地重复，姐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我抬起手，狠狠给了他一巴掌，清脆的响声在车里回荡。席涛捂着脸，愣愣地看着我。你凭什么死？我的声音在颤抖。席涛，你凭什么死？爸去世的时候，你才10岁，什么都不懂，哭着问我，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我跟你说，没事，有姐姐在，姐姐会保护你。18年，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，就是为了让你和妈过上好日子。你要上大学，我供你；你要买车，我给你买；你要结婚，我给你买房。你说你要独立，要靠自己，我尊重你。你说你爱周晚秋，我没反对。你被骗，被利用，背了一身债，我都可以原谅你。但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想死，我抓住他的衣领。席涛，
你想过妈吗？你想过我吗？席涛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滚滚而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一遍遍重复着。我松开手，靠在椅背上，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。车里沉默了很久。姐，席涛突然说，你还愿意帮我吗？我闭着眼睛，没有回答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理解。席涛的声音很低，这些债本来就是我自己欠的。我睁开眼睛，看着前方黑暗的道路。回家吧，我发动车子，妈还在等你。车子启动的瞬间，席涛又哭了出来。到家的时候，妈已经等在门口了。看到席涛，她冲过来，抱着他就哭。我弟儿啊，你去哪了？你知道妈多担心你吗？席涛埋在妈的肩膀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站在一边，看着这对母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手机震动了，是陈律师发来的消息。席总，我找到周宏达和周晚秋的下落了。他们在南方某个城市已经买好了出国的机票，后天的航班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良久，回复了2个字：报警。然后我又发了一条，另外准备起诉材料，告他们合同诈骗。放下手机，我走到席涛面前。席涛，从明天开始，你跟我去公司上班。他抬起头，眼睛红肿。姐，这2000万的债，我帮你还。我平静地说，但从今往后，你要听我的安排。如果你再任性，再做傻事，那就真的是一拍两散，我再也不会管你。席涛跪了下来，姐，我听你的，我都听你的。起来吧，我扶起他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别动不动就跪。那一夜，我们3个人坐在客厅里，谁也没有睡。妈一直抱着席涛哭，席涛一直说着对不起，而我坐在窗边，看着天色渐渐亮起来。天亮的时候，我接到陈律师的电话。席总，警方已经行动了，周宏达和周晚秋在机场被抓了。陈律师的声音里带着兴奋，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大量现金和银行卡，初步估计有500多万。只有500万？我皱眉，那剩下的钱呢？根据周宏达的交代，剩下的钱一部分还了民间高利贷，一部分被他用来赌博输掉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我知道了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根据现有证据，他们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，数额特别巨大，至少要判10年以上。不过陈律师顿了顿，席涛作为公司法人，签了那些合同，在法律上也要承担一定责任。什么责任？如果检方认定他是共犯，也可能要坐牢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向坐在沙发上的席涛，他正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想办法，我对陈律师说，让检方认定他是受害者，不是共犯。我尽力，但不能保证。挂断电话，我走到席涛面前，把情况告诉了他。他听完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我可能要坐牢。有这个可能，我实话实说，你签了那些合同，虽然是被骗，但在法律上，你确实参与了。席涛的脸色变得惨白。但我会尽力帮你，我继续说，接下来你要配合警方调查，把所有事情的经过都说清楚。记住，不要隐瞒，不要包庇周晚秋。她已经不是你妻子了，她是罪犯。席涛点点头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姐，我真的不想坐牢。他的声音里带着恐惧。我害怕，我知道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但有些错必须要承担后果。窗外太阳升起来了，金色的光洒进客厅，可我的心里却是一片冰冷。
周晚秋和周宏达被抓的第二天早上，我接到了银行的电话。席女士，关于习泽科技的贷款，我们需要和您谈一下。工商银行信贷部的王经理声音很客气，您方便来一趟吗？我看了看时间，上午9点，可以，我1小时后到。挂断电话，我让正在收拾房间的席涛换上正装，跟我去银行。席涛愣了一下，姐，我把事情一件件解决。我打断他，你欠银行的钱，总要有个说法。到银行的时候，王经理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，他旁边还坐着2个人，一个是银行法务，一个看样子是风控部门的。席总，席先生，请坐。王经理的态度很客气，但眼神里带着审视。关于习泽科技向我行贷款200万的事情，我们做了详细核查。他推过来一份文件，这是贷款合同，上面有席先生的签字。但是资金流向却很可疑，钱在到账当天就全部转入了一个叫鼎盛投资的账户。鼎盛投资和贵公司是什么关系？这笔钱的用途是什么？席涛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王经理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接过话，鼎盛投资的法人周宏达是我弟弟的岳父，他以合作项目为名骗走了这笔贷款。目前周宏达已经被警方拘留，涉嫌合同诈骗。王经理皱起眉头，也就是说，这笔贷款被骗走了。对，但贷款合同是真的，席先生的签字也是真的。法务说话了，从法律上讲，借款人必须承担还款责任。我知道，我点头，所以我今天来就是要和你们商量还款方案。王经理和法务对视一眼，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。席总，据我们了解，习泽科技账上已经没有资金了，贵公司打算如何还款？我会以个人名义担保。我说，这200万半年内还清。席涛猛地抬起头，姐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他立刻低下头。席总，您的诚意我们感受到了。王经理说，但还有一个问题，建设银行、农业银行那边也有类似的贷款。如果您只还我们这一笔，其他银行那边怎么办？我沉默了几秒钟，其他的我也会负责。会议室里一片安静。法务突然开口，席总，恕我直言，3家银行加起来接近500万的贷款，以您公司目前的现金流，恐怕我有能力还。我打断他，但我需要时间。多久？1年。王经理考虑了一会儿，这样吧，我们内部商议一下，3天内给您答复。不过我个人的意见是，如果习总能提供足够的担保，我们可以同意分期还款。谢谢。走出银行，阳光刺的人睁不开眼。席涛跟在我身后，突然跪了下来。姐，对不起，起来！我低吼，大街上成何体统？我真的对不起你。席涛哭着说，500万，姐，你怎么还得起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回公司，回到泽阳科技，我把副总和财务总监叫到办公室。陈总，公司账上现在有多少现金？财务总监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截至昨天，活期账户320万，定期存款500万，还有1000万在理财产品里。我快速计算了一下，把定期存款和理财产品全部取出来。另外，暂停所有非必要支出，推迟年底分红。副总愣了一下，席总，这样的话，公司运营会很紧张。我知道，我揉了揉太阳穴，但现在没办法。是因为习泽科技的事？副总小心翼翼地问。
我点点头。副总沉默了一会儿，席总，我能问一句吗？习泽科技的那些债，您真的要全部承担？不然呢？我看着他，习涛是我弟弟，那些合同上虽然是他签的字，但背后的资金支持都是我。如果我不承担，他就要坐牢。可是副总欲言又止。可是什么？说。可是习泽科技已经和您没关系了啊！副总说出了一直憋在心里的话。您3天前已经把股份转让了，从法律上讲，您没有义务为那些债务负责。我愣住了。对，股权转让协议，3天前在气头上签的那份协议。陈律师，我拨通电话，我那天签的股权转让协议现在生效了吗？生效了。陈律师说，协议签订当天，我就去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。现在习泽科技的股东只有习涛一个人，和您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些债务从法律上讲，我不需要承担。对，陈律师肯定地说，您已经不是公司股东了，不需要对公司债务负责。当然，如果您愿意帮忙还款，那是您个人的道义行为，但不是法律义务。我挂断电话，靠在椅背上。副总小心地看着我，习总，您怎么决定？我闭上眼睛。从法律上讲，我确实可以不管。习泽科技的债务和我没关系。习涛签的那些合同，后果也应该由他自己承担。但如果我不管，习涛会怎样？500万的银行贷款，1500万的民间借贷，他根本还不起。银行会起诉他，民间债主会找他要钱，他可能真的会坐牢，甚至会出更大的事。妈会怎样？他辛苦养大2个孩子，如果习涛出事，他怎么承受？可是如果我帮他还钱，公司的资金链会非常紧张。这2000万差不多是泽阳科技1年的净利润。还完这笔钱，公司至少要缓3年。我睁开眼睛，看着办公桌上的照片，那是3年前公司年会时拍的，我和所有员工站在一起，每个人脸上都是笑容。这家公司是我一手创立的，是我这些年全部的心血。如果因为习涛的事拖累了公司，对得起这些跟着我奋斗的员工吗？陈总，我终于开口，暂停取款。副总松了一口气，但是我继续说，准备500万现金，先把银行的债还了。习总剩下的民间借贷，让陈律师和债主谈，能延期就延期，能打折就打折，实在不行的分期还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。还有，我转过身，从今天开始，习涛来公司上班，给他安排一个最基层的岗位，月薪5000，让他从头学起。这副总有些为难，习涛毕竟是您弟弟，而且他现在的状态正因为是我弟弟，才要这样安排。我打断他，他这些年被捧得太高了，摔下来也是在所难免。现在就让他从最底层做起，看看挣钱有多难，看看创业有多不容易。副总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他走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色。手机响了，是妈打来的。泽阳，习涛说今天去银行了，怎么样？处理好了。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。妈，您别担心。钱够吗？我沉默了几秒钟。够。泽阳，妈知道这些年你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太多。妈的声音哽咽了。妈对不起你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你和习涛都是妈的孩子，妈哪个都不想放弃。妈哭了起来，
可是妈也知道，这次是席涛错了，错得离谱。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妈也不活了。妈，我声音提高了，您别说这种话。那你告诉妈，席涛会坐牢吗？我看着窗外的夜色，良久才开口，我会尽力保他。泽阳，妈求你了。妈的哭声越来越大，我闭上眼睛，感觉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喘不过气来。妈，您好好休息，我去忙了。挂断电话，办公室里陷入一片寂静。我拿起桌上的相框，那是爸生前唯一的一张全家福。照片里，爸抱着还是婴儿的席涛，我站在妈身边，4个人都在笑。爸，我轻声说，当年您走的时候，让我照顾好这个家。我一直在努力，可是为什么越来越难了呢？窗外，城市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，像无数只眼睛，冷冷地看着这个世界。我突然想起，当初创业的时候，有个投资人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做企业容易，做人难。尤其是在亲情和利益之间做选择，更难。当时我不以为然，觉得自己永远不会面临这种选择。可现在，我却真真切切地站在了这个十字路口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陈律师。席总，有个坏消息，他的声音很沉重。警方那边传来消息，检方打算以共同犯罪起诉席涛。理由是，他虽然也是受害者，但他在明知资金用途不明的情况下，仍然签署了多份贷款合同和担保文件，客观上帮助了周宏达实施诈骗。我的手握紧了手机，有没有办法？很难，除非能证明席涛完全不知情，或者证明他也是被胁迫的。但从现有证据来看，陈律师停顿了一下，很难证明。那如果被判，会判多久？3到5年。我闭上眼睛。3到5年。席涛今年26岁，如果真的坐牢，出来就30多了。而妈已经58岁了。想办法。我睁开眼，声音里带着一丝狠意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找最好的律师，一定要保住他。我明白，但席总，有些事不是钱能解决的，那就找能解决的办法。我打断他，陈律师，你跟了我5年，应该知道我的脾气。我说保住他，就一定要保住他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我尽力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整个人往后一靠，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我扶着桌子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打开窗户，冷风吹进来，让我清醒了一些。深夜的城市，霓虹依旧闪烁，车流依旧不息，而我站在这座城市的高处，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。第2天上午，席涛来公司报道，人事部按我的要求，给他安排了最基础的岗位，客服助理，月薪5000，负责接听客户投诉电话。席总，这样真的好吗？人事经理私下问我，他毕竟是您弟弟，正因为是我弟弟，才要这样。我说，他需要从头学起，学会什么叫做付出，什么叫做责任。席涛第1天上班，我特意去客服部看了看。他坐在一个小隔间里，戴着耳机，正在接电话。我站在门外，听到他对客户说，是的，我理解您的问题，我马上帮您处理。声音很轻，带着小心翼翼的恭敬。这个曾经觉得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弟弟，现在终于学会了低头。我没有进去，转身离开了。下午，陈律师来找我。席总，我找了刑事案件方面最好的赵律师。陈律师说，他研究了案情，觉得还有操作空间。怎么说？
关键是要证明席涛不是主观故意帮助周宏达诈骗，而是被欺骗了。陈律师拿出一份文件，赵律师建议让席涛写一份详细的陈述，说明他是如何被周婉秋和周宏达一步步引诱、欺骗的。另外，我们可以找一些证人，证明席涛平时的人品和为人，说明他不可能主动参与这种犯罪。还有周婉秋和周宏达的案子，我们要紧紧盯住，确保他们被定罪。只要他们被判得重，席涛的罪责就会相对轻一些。我点点头，费用不是问题，一定要保住他。我明白。不过陈律师犹豫了一下，赵律师说，即使做到最好，席涛可能也要判缓刑。缓刑总比坐牢好，我说，去办吧。陈律师走后，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电脑上堆积如山的工作邮件，却一封也看不进去。手机响了，是建设银行打来的。席女士，关于贷款的事，我们需要和您谈一下。又是一轮谈判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和各家银行、民间债主谈判。有的好说话，同意分期还款；有的不讲理，要求立刻还清，否则就起诉。最难缠的是一个姓赵的债主，他声称席泽科技欠了他500万，而且有席涛签字的借据。席总，这笔钱您弟弟必须还。赵老板是个光头中年人，说话的时候喷着烟雾，不然的话，我只能让我兄弟去找他了。我盯着他，你这是威胁？不敢不敢。赵老板笑了笑，但笑容里带着威胁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嘛。借据我看过了，上面的利息是月息 5%， 年化 60%， 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了。我冷冷地说，这笔钱不受法律保护。赵老板脸色一变，席总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怎么不能这么说？我打断他，高利贷本来就违法，你要是想走法律程序，尽管去法院告，我倒要看看法院会怎么判。赵老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但最终还是收起了嚣张的气焰。那席总的意思是，本金我认，利息按照法律规定的年化 24% 算，分2年还。这你可以不同意，那我们就法院见。我站起来，不过我提醒你，席涛现在涉嫌刑事案件，如果你逼得太紧，他真的破罐子破摔，你1分钱也拿不到。赵老板犹豫了很久，最终点了点头，行，就按席总说的办。送走赵老板，我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。1周时间，我和10几家债主谈判，把2000多万的债务压缩到了1500万，分3年还清。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回到家，已经是晚上11点，妈还没睡，坐在客厅里等我。泽阳，你看起来很累。妈给我倒了杯热茶，是不是为了席涛的事？我接过茶杯，妈，你也早点睡吧。睡不着，妈叹了口气，一想到席涛可能要坐牢，我就心慌。不会的，我安慰她，我找了最好的律师，会尽力保他。泽阳，妈突然拉住我的手，你说妈是不是太偏心了？我一愣，妈，您说什么呢？这些年你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可妈总是在帮席涛说话，总是让你让着他。妈的眼泪流了下来，妈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妈，我的喉咙有些发紧。可是妈没办法啊，妈哭了起来。席涛从小就比你弱，性子也软，妈不护着他，他能有今天吗？可是妈没想到，把他护成了这样。妈擦着眼泪，妈对不起你，泽阳。我放下茶杯，抱住妈。
妈，您别这么说，习涛是我弟弟，我护着他是应该的。可是这次真的是他错了。妈抽泣着说，他被那个女人骗了，害得你也跟着遭殃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说这些没用。我拍着妈的背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把这事解决了。妈就是心疼你。妈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睛红肿。你今年34了，还没结婚，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习涛。妈，我结不结婚和这个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妈说，前年小区王姐给你介绍的那个男孩，多好的小伙子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还不是因为要照顾家里。我沉默了。确实，前年有个男孩，人很好，我们也挺聊得来。但交往了几个月，他说，泽阳，我能感觉到你心里装着很多事，根本没有空间留给我。后来我们就分手了。妈，感情的事随缘。我说，您别担心了。妈就是觉得对不起你。妈又哭了起来，你一个人这么辛苦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抱着妈，没有说话。其实妈说的对，这些年我确实很孤独。创业的时候孤独，员工看到的是老板，不是人。成功之后更孤独，所有人都对你恭维，却没人真正关心你过得好不好。唯一的亲人就是妈和习涛。可现在习涛也让我失望了。那天晚上我失眠了，躺在床上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全是这些天发生的事。周晚秋的羞辱，习涛的背叛，公司的困境，妈的眼泪，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习涛发高烧，烧到40度。那时候家里穷，妈舍不得叫车，我就背着他跑了5里路去镇上的医院。到医院的时候，我累得几乎虚脱，整件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。医生给习涛打了针，烧退下来了。他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姐，你没事吧？”那时候的习涛眼里全是对我的依赖和崇拜，可现在那个眼神已经不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怀疑，是疏离，甚至是怨恨。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我想不起来，只知道这个弟弟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弟弟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正在开会，秘书突然推门进来：“习总，警察局来人了，说要找您。”我心里一沉，立刻结束会议，去了会议室。2个警察坐在那里，其中一个开口：“习女士，我们是经侦支队的，关于习泽科技的案子，有些情况需要和您核实。您请说。”根据周宏达和周晚秋的供述，习泽科技的那些贷款，您是知情的，对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我知道公司贷了款，但不知道具体用途。那您为什么要在担保文件上签字？什么担保文件？我皱眉，我没有签过任何担保文件。警察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工商银行的贷款担保书，上面有您的签字。我接过来一看，确实有我的名字，但笔记这不是我的签名。我肯定地说：“您确定？”“确定。”“我可以提供笔迹鉴定。”2个警察对视一眼，其中一个记录了下来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警察继续说，习涛说那些合同都是您让他签的，他只是执行您的命令。这是真的吗？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习涛说是我让他签的。不可能，我立刻反驳，我从来没有让他签过任何可疑的合同。可是习涛的口供里明确说了是您授意的。警察盯着我，他还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您，他只是名义上的法人。我感觉胸口像被重锤砸中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习涛，
竟然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了。从警察局出来，我直接去了看守所。我要见席涛，我对管教说。抱歉，现在不是探视时间，我是他姐姐，有重要的事。管教看了我一眼，最终还是通融了。10分钟，席涛被带进会见室的时候，穿着灰色的号服，头发凌乱，脸色蜡黄。看到我，他下意识地低下头，看着我，我的声音很冷。席涛缓缓抬起头，眼神躲闪。警察刚才找我，说你供述是我让你签的那些合同。我盯着他，是吗？席涛的嘴唇颤抖着。姐，我回答我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是。席涛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为什么？我睁开眼。席涛，给我一个理由。因为律师说，如果我能证明自己是被胁迫的，或者是听从上级命令的，就可以减轻罪责。席涛的眼泪流了下来。姐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不想坐牢，所以你就把责任推给我。我的声音在颤抖。席涛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。席涛哭了起来。可是姐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律师说，如果我一个人扛，至少要判3年。但如果能证明是被胁迫的，可能就只是缓刑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这么说，我会怎样？席涛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如果警方相信你的说法，我就会变成主犯，变成幕后指使者。我冷冷地说，到时候坐牢的就是我了。不会的，姐，你那么有钱，那么有能力，你一定能什么？我打断他，能用钱摆平，能逃脱法律制裁。席涛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席涛呆呆地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我问你，我俯身靠近他，那些合同到底是谁让你签的？席涛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，终于开口，是晚秋。说清楚，一五一十地说。席涛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讲述。去年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晚秋就说他爸的公司遇到了困难，想借点钱周转。我说我没钱，他就说可以用公司的名义贷款。我说这样不行，会影响公司。他就哭，说我不爱他，说他看错人了。我心软了，就答应了。第一次贷了50万，他说很快就还，结果拖了3个月，1分钱都没还。我去找他，他说他爸的公司马上就有大笔回款，到时候连本带利一起还。后来又陆续贷了几次，每次他都说很快还，但每次都没还。我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想要停止。可他说，如果不继续贷，之前的钱他爸就还不上了，到时候我会被追债。我害怕了，就继续签。就这样一步步陷进去了。席涛说完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瘫软在椅子上。那为什么要说是我让你签的？我问。是律师的主意。席涛抬起头，眼神里带着绝望。他说，如果能证明我是被指使的，就能减轻罪责。我想着，姐你那么厉害，肯定能摆平这些事。而且我已经连累你了，再连累一次，反正都一样。我冷笑。席涛，你知道吗？听到你说这话，我真的很想打死你。席涛瑟缩了一下。但我不会打你，因为你不值得。我站起来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那些合同到底是谁让你签的？是晚秋。很好，我拿出手机，调出录音界面，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，这段录音我会交给警方。席涛脸色大变。姐，你还有？我打断他，你那个律师
是谁找的？是晚秋家找的。我笑了，周晚秋家找的律师，给你出主意，让你把责任推给我。席涛，你就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吗？席涛愣住了。他们这是在利用你，我冷冷地说，让你把我拖下水，这样周晚秋和周宏达的罪责就能减轻。你就是个棋子，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。席涛的脸色变得惨白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的事多了。我转身离开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所有的法律事务都由我的律师负责。至于你那个律师，让他滚。走到门口，我停下来，没有回头。席涛，我最后帮你这一次，但从今往后，我们姐弟情分，到此为止。身后传来席涛撕心裂肺的哭喊：姐，姐，我错了，姐。我没有回头，走出了会见室。外面阳光刺眼，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。回到公司，我把录音交给了陈律师。有了这个录音，席涛之前的供述就不成立了。陈律师说，他应该不会被判得太重。尽力吧，我说，我累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夜景。手机响了无数次，有妈打来的，有公司高管打来的，还有银行打来的，我一个都没接。我只是坐着，静静地坐着，任由黑暗慢慢吞噬整个房间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被推开了，副总走了进来。席总，您还没回家吗？我刚才听说了席涛的事。副总犹豫了一下。席总，您还好吗？还好，我笑了笑，笑容一定很苦涩。谢谢你关心。席总，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吧。您已经做得够多了。副总认真地看着我，有些人不值得您这样付出。我没有说话。公司的员工都在私下议论，说您为了弟弟，几乎把公司都搭进去了。大家都很担心。副总继续说，席总，您是公司的灵魂，如果您倒下了，这200多人怎么办？我抬起头看着他。我不会倒下的，我说，放心吧。那就好。副总松了口气。对了，周宏达和周晚秋的案子今天开庭了，结果呢？周宏达被判12年，周晚秋8年。合同诈骗罪，数额特别巨大。副总说，他们当庭提出上诉，但律师说2审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很大。我点点头，知道了。12年和8年。等周晚秋出来的时候，已经34岁了。那时候的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嚣张吗？我突然想起婚礼那天他当众说的话，席涛要不是娶了我，现在还在工地上扛水泥呢，多讽刺。最后扛水泥的不是席涛，而是他，只不过他扛的是8年的牢狱之灾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陈律师。席总，好消息。他的声音里带着兴奋。检方决定对席涛从轻处理，判缓刑3年。我闭上眼睛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气。谢谢你，陈律师。不用谢我，这是您应得的结果。陈律师说，对了，周晚秋和周宏达的资产，我们申请了执行，大概能追回300多万。这笔钱会先用于偿还银行贷款，剩下的部分退给受害人。好。挂断电话，我靠在椅背上，感觉整个人终于放松了下来。缓刑3年，至少不用坐牢。300万追回，债务压力也小了一些。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但为什么我的心里却空落落的？或许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回不来了。
姐弟情分、亲情信任，还有那个曾经崇拜我的弟弟，都回不来了。席涛被判缓刑后回到了家，妈高兴地哭了，拉着他说了一晚上的话。我没有去看他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天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。他每天按时来公司上班，在客服部接电话，认认真真，一丝不苟。我偶尔会在公司碰到他，两个人擦肩而过，他会低着头叫一声席总，然后匆匆离开，就像陌生人。3个月后，公司的资金链终于缓了过来。我把追回的300万加上公司的流动资金，先还了银行的贷款，剩下的民间借贷按照之前的约定分期偿还，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。直到那天妈病倒了，医生说是脑溢血，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昏迷了。我和席涛守在 ICU 外面，透过窗户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妈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都是我的错。席涛突然开口，声音嘶哑，如果不是我，妈不会这样。我没有说话。姐，席涛转头看着我，眼眶通红，你恨我吗？我看着他，良久，摇了摇头，不恨。那你为什么不理我？因为累了，我说。席涛，我真的累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。席涛的眼泪流了下来。可是姐，我们还是姐弟啊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转过头看着 ICU 里的妈，她躺在那里，脸色苍白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。这个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的女人，最后还是倒下了。席涛，我终于开口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有些事不是原谅就能抹掉的。你毁了一家公司，欠了1000多万的债，差点把我也拖下水。这些事，即使我原谅了你，他们还是存在的。我会还的。席涛急忙说，姐，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。用什么还？我反问。你现在月薪5000，除去生活费，一个月能存多少？1000、2000，照这个速度，你要还多少年？席涛说不出话来。我不是要逼你，我只是想让你明白。我看着他，有些错犯了就要用一辈子来偿还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办？席涛的声音里带着绝望。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。我说，不要再做傻事。那天晚上，妈醒了过来，她看到我和席涛都在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。泽阳，席涛，她虚弱地叫着我们的名字，你们2个终于站在一起了。我握住妈的手，妈，您别激动，好好养病。妈没事。妈笑了笑，但笑容很苦涩。妈就是高兴，看到你们姐弟俩还能在一起，妈就放心了。妈，我们一直都在一起。席涛说。没有。妈摇摇头，妈能感觉到你们心里有疙瘩。泽阳，妈知道你心里苦，但席涛毕竟是你弟弟，你们能不能……妈，您别说了。我打断他，您好好休息。泽阳，答应妈一件事。妈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们姐弟俩都不要分开，好吗？我看着妈殷切的眼神，终于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答应您。妈笑了，眼泪也流了下来。妈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，她轻声说，只要你们姐弟俩好好的，妈就满足了。那天晚上，妈睡得很安详。我和席涛坐在病房外的走廊上，谁也没有说话。姐，很久之后，席涛突然开口，你说，如果当初我没有认识周晚秋，会不会就不会有这些事了？世上没有如果，我说。可是我真的很后悔。席涛的声音哽咽了。我后悔认识他，后悔结婚，
后悔做了那些傻事。后悔有用吗？我反问。席涛，人生最可怕的不是犯错，而是犯了错之后还在那里后悔，却不知道改变。那我该怎么改变？从接受现实开始。我看着他，接受你欠了债的现实，接受你伤害了我的现实，接受你让妈病倒的现实。只有接受了，你才能真正开始改变。席涛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。姐，我想重新开始。他抬起头，眼神里第一次有了坚定。我想靠自己，真正靠自己，把欠你的钱还上。怎么还？我会努力工作，努力赚钱。席涛说，我知道月薪5000不够，所以我想做兼职，做副业，想一切办法赚钱。我看着他，第一次从他眼里看到了一点当年的影子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在网上看到，现在自媒体很火，写文章、做视频都能赚钱。席涛说，我想试试。做自媒体需要持之以恒，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。我提醒他，你能坚持下来吗？我能。席涛坚定地说，姐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能。我看着他许久，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相信你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公司的工作不能耽误。如果你的副业影响了本职工作，立刻停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天之后，席涛像变了个人。白天在公司认真工作，晚上回家就埋头写文章、剪视频，经常忙到凌晨2、3点。3个月后，他的账号有了一点起色，每个月能有几千块的收入。虽然不多，但至少是个开始。半年后，妈的病情稳定了，出院回家休养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拉着我的手，眼里全是歉疚。泽阳，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不，妈要说。妈的眼泪流了下来。当年你爸走的时候，你才16岁，正是读书的年纪。可妈为了供席涛上学，让你去读了职校，出来打工赚钱。后来席涛上大学，你已经创业了，妈又总是让你帮衬着他。你给他买房，给他开公司，妈都觉得理所应当。直到这次出事，妈才明白，妈把你当成了万能的，却忘了你也不过是个普通人，也会累，也会痛。妈，这些都过去了。我握住妈的手，您别多想。泽阳，妈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妈认真的看着我，这些年你苦吗？我愣住了。苦吗？很苦。16岁就出来打工，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连睡觉都是奢侈。创业的时候，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压力大到几次想放弃。好不容易公司走上正轨，又要操心弟弟的事，帮他还债，给他擦屁股。这些年真的很苦，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不苦。我笑了笑，妈，只要您和席涛好好的，我就不苦。妈哭了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妈的好女儿，她一遍遍说着，妈对不起你。那天离开的时候，我在电梯里崩溃了。我靠着电梯壁蹲下来，把头埋在膝盖里，无声的哭了。34年来，我第一次允许自己脆弱，允许自己哭，因为我真的太累了。妈出院后的第3个月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请问是席泽阳女士吗？是我。我是晨光律师事务所的，关于周晚秋的案子有新的进展。我心里一沉，什么进展？周晚秋在监狱里写了一份材料，实名举报周宏达，还有其他案件，涉及金额更大。律师说，
警方现在重新调查，发现周宏达这些年诈骗了至少10几个人，总金额超过5000万。我握紧了手机，然后呢？然后警方决定对周宏达加刑，初步估计会判20年以上。律师停顿了一下，至于周晚秋，因为主动举报，可能会减刑。我冷笑了一声，主动举报？他这是为了自己减刑，把他爸卖了。是的，但从法律角度来说，他的举报确实帮助警方破获了更大的案件。律师说，他的律师已经向法院申请减刑，如果成功，他可能3、4年就能出来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，心里百感交集。3、4年后，周晚秋就能出来了。那时候他才30出头，正值壮年，完全可以重新开始。而席涛那时候还在还债，这公平吗？不公平，但这就是现实。晚上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席涛，他听完沉默了很久。姐，你说晚秋会来找我吗？他突然问。你希望他来找你吗？不希望。席涛摇摇头，我恨他，恨他毁了我的人生，毁了我们这个家。但有时候我又会想起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对我笑的样子。那时候他也是真心的吗？还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或许周晚秋一开始确实有那么一点喜欢席涛，但在金钱面前，那点喜欢不值一提。又或许从头到尾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。席涛，我说，不管他以后会不会来找你，你都要记住，你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我知道。席涛苦笑，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但愿如此。1年后，公司的债务基本还清了。我把席涛叫到办公室，坐吧。席涛小心翼翼地坐下，眼神有些忐忑。你在公司表现不错，我开门见山，客服部的主管向我推荐你，说你工作认真负责，客户满意度很高。席涛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所以我决定给你升职。谢谢姐。席涛激动地站了起来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说，升职意味着更大的责任，也意味着更高的要求。如果你做不好，随时会被降职。我能做好，我一定能做好。看着席涛兴奋的样子，我突然想起多年前，他大学毕业时也是这样，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只是那时候的憧憬，最终变成了灾难。这一次，但愿不会再重蹈覆辙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还款计划表。按照你现在的收入，加上副业收入，3年内可以还清我垫付的钱。席涛接过文件，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，眼眶红了。姐，我会还的，一定会还的。我相信你，我说，但我不希望你把还钱当成负担，而是当成动力，用这3年时间真正成长起来。席涛重重地点了点头。那天之后，席涛更加拼命了，白天工作，晚上做副业，周末还去跑外卖。我看在眼里，虽然心疼，但没有劝阻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他必须经历的。只有真正吃过苦，才能明白钱来之不易。只有真正跌倒过，才能学会站起来。2年后的一天，席涛来找我，姐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说，我想创业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创业？对。席涛认真地说，这2年我一直在做自媒体，现在粉丝有50万了，
每个月收入也稳定在2-3万。我想成立个工作室，专门做这个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席涛的眼神很坚定。姐，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我又在异想天开，但这次不一样。我准备了详细的计划，也攒了一些钱，我想靠自己试试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计划书给我看看。席涛递过来一份厚厚的文件，我认真的看完，发现他确实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市场分析、竞争对手、盈利模式、风险预案，每一项都很详细。这份计划书是你自己做的？是的。席涛有些紧张，我用了3个月时间，一点点完善的。我放下文件，看着他。席涛，我问你，如果创业失败了，你会怎么办？失败了就失败了，席涛说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但至少我试过了，不会后悔。我笑了，这次不会再把责任推给别人了。席涛脸红了。姐，我知道你还在生那件事的气，但请你相信我，这次真的不一样了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跟在我身后的小男孩。他总是说，姐，我想和你一样厉害。我总是回答，会的，你会的。现在他终于要靠自己的力量起飞了。虽然晚了很多年，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波折，但至少他没有放弃。好，我说，我支持你。席涛愣住了。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支持你创业。我重复了一遍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投资你，占股30%，不参与经营。我说，这样既是对你的支持，也是对你的监督。姐，席涛的眼泪流了下来。别哭，我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动不动就哭，成何体统？席涛擦了擦眼泪，笑了。那是我这几年来第一次看到他发自内心的笑。3个月后，席涛的工作室成立了，名字叫重启。他说，这是他人生的重启，也是我们姐弟关系的重启。工作室很小，只有5个人，但每个人都很拼。席涛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周末也不休息。我偶尔去工作室看看，看到他忙碌的身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曾经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弟弟，现在终于学会了自己飞翔。虽然飞得还不够高，还不够远，但至少他在努力。1年后，重启工作室开始盈利了。席涛第一件事就是给我还钱。姐，这是第一笔还款，5万。他把银行卡递给我，虽然不多，但是我自己赚的。我没有接，这钱你留着，公司还需要资金。不，姐，我必须还。席涛认真地说，当年是我欠下的债，我必须一分一厘的还清，这样我才能真正站起来，才能真正面对你。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终于接过了银行卡。好，我收下。席涛笑了，笑得很释然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姐弟俩一起回家吃饭，妈做了一桌子菜，脸上全是笑容。泽阳、席涛，你们看看，这都是你们小时候爱吃的，妈一个劲的给我们夹菜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妈，够了够了，席涛笑着说，再加碗都装不下了。不多不多，妈的眼睛里闪着泪光，妈就想看着你们好好吃饭，好好说话，好好的像个姐弟。我和席涛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，聊小时候的事，聊这些年的经历，聊未来的规划。席涛说，等再过2年，他要给妈买套大房子，让她好好享受。我说，等公司再上个台阶，我要带妈去旅游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妈听着，笑着，
眼泪却不停地流。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们姐弟俩和和睦睦的。她说，现在妈的心愿实现了，妈也没什么遗憾了。妈，您别说这种话，我说，您还要看着我们成家立业，看着抱外孙呢。对对对，席涛附和道，妈，您可得好好保重身体，等着抱外孙。妈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家，路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请问是席泽阳吗？是个女人的声音，有些陌生，又有些熟悉。我是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周晚秋。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3年后，重启工作室已经发展成了一家小有名气的自媒体公司，员工从最初的5个人扩展到了30多人，年营收突破了500万。席涛也早就把欠我的钱还清了。那天他来找我，把最后一笔钱还完，整个人都轻松了。姐，3年了，我终于还清了，他说。我点点头，做得不错。这些钱，席涛顿了顿，一共是1500万。虽然花了3年，但我做到了。姐，你当年说的对，有些错确实要用很长时间来偿还，但只要肯努力，总能还清。我看着他，这个30岁的男人，脸上已经有了风霜的痕迹，但眼神却比以前坚定得多。你变了，我说。是的，我变了，席涛笑了笑。这3年，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没有一天休息。累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当年的事，想起你为我付出的一切，想起妈生病时的样子。然后我就告诉自己，不能放弃，一定要站起来。站起来了吗？站起来了，席涛认真地说，姐，我现在终于能理解你了。当年你创业有多难，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，我都懂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有说话。姐，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。席涛突然说，周晚秋出狱了。我一愣，你见他了？见了。席涛点点头，他出狱后给我打电话，说想见我一面。我想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去了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对不起。席涛的眼神有些复杂。他说当年是他错了，被金钱迷了心，做了那些事。他现在很后悔，想重新做人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说，我不恨你了，但我们之间也不可能了。席涛说，他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但我没有心软，因为有些伤害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掉的。我点点头，你做得对。姐，其实我今天来，除了还钱，还想跟你说声谢谢。席涛认真地看着我，谢谢你当年没有放弃我，谢谢你一次次把我从深渊里拉上来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真的完了。你是我弟弟，我说，我不拉你，谁拉你？席涛的眼眶红了。姐，对不起，也谢谢你。我笑了笑，行了，别说这些，好好经营你的公司，别再折腾了。不会了，席涛坚定地说，这次我要靠自己的力量，走得稳稳当当的。那天席涛走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想了很多。这几年经历的一切就像一场梦，有过愤怒，有过失望，有过绝望，也有过释然。但最终我们还是走过来了，不再是当年那个弱不禁风的弟弟，也不再是那个什么都要扛的姐姐。我们都成长了。晚上我去看妈，她现在住在一套大房子里，是席涛给她买的。虽然不及我的房子豪华，但对妈来说已经很满足了。泽阳来了，妈笑着给我开门，今天怎么有空来？想您了。我说，就你嘴甜。妈笑着打了我一下，来，妈给你炖了汤。
我跟着妈进厨房，看她给我盛汤，动作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利索了。她老了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背也驼了，手也开始颤抖了。妈，我突然说，我打算结婚了。妈手里的勺子差点掉下来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打算结婚了。我重复道，公司有个男同事，我们在一起1年了，感觉挺好的，我想嫁给他。妈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。真的？真的吗？泽阳。真的，我笑着说，您不是一直催我吗？这次我听您的。好好好，妈连说了3个好，什么时候带回来给妈看看？这周末。好好好，妈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妈高兴的像个孩子。泽阳啊，妈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你今年37了，再不结婚，妈都要急死了。我知道，所以这次是认真的。妈拉着我的手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妈就想看着你成家，看着你幸福。你这些年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习涛，牺牲了太多太多。妈心疼你。妈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。我说，现在一切都好了，不是吗？是啊，都好了。妈擦着眼泪笑了。习涛有了自己的事业，你也要成家了，妈的心愿都实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妈聊了很久，聊我的男朋友，聊婚礼的计划，聊以后的生活。妈听着，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。临走的时候，妈拉着我说，泽阳，妈想跟你说句话。您说。这些年是妈对不起你。妈认真的说，妈总是偏向习涛，让你受了很多委屈。妈知道你心里苦，但你从来不说，都自己扛着。妈，别打断妈。妈说，妈想说，不管怎样，你都是妈的骄傲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最懂事、最能干、最让妈省心的孩子。妈这辈子最大的福气，就是有你这个女儿。我的眼眶红了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妈就要说。妈握着我的手，泽阳，你要记住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，妈永远爱你，永远以你为傲。我抱住妈，第一次在她面前哭了出来。这些年所有的委屈，所有的辛苦，所有的不甘，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泪水。妈，我也爱您。我哽咽着说。1个月后，我结婚了。婚礼很简单，只请了亲朋好友。习涛是我的伴郎，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脸上满是笑容。姐，恭喜你，他说。谢谢。姐夫很好，你要好好珍惜。我会的。婚礼进行到敬酒环节的时候，习涛突然站起来。各位来宾，我想说几句话。他拿着话筒，声音有些颤抖。今天是我姐的大喜日子，我作为弟弟，有些话想说。我姐习泽阳是我这辈子最敬佩的人。她16岁就出来打工养家，20岁创业，一步步打拼到今天。她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。而我曾经是个废物，是个给她添麻烦的人。我被骗，被利用，欠下巨债，差点把他也拖下水。但我姐从来没有放弃我，她一次次把我从深渊里拉上来，给我机会，让我重新做人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可以骄傲地说，我没有辜负我姐的期望。我还清了债，也有了自己的事业。所有这些都要感谢我姐。习涛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泪光。姐，谢谢你。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我站起来，走到习涛面前，给了他一个拥抱。傻弟弟，我在他耳边轻声说，这才是我认识的习涛。习涛紧紧抱着我，哭得像个孩子。那天晚上，婚礼结束后，我和丈夫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城市的夜景。你弟弟很爱你，丈夫说。
我知道，我笑了笑，他以前不懂，现在懂了。其实你也很爱他。丈夫握住我的手，不然不会为他做那么多。因为他是我弟弟，我说，这世上除了父母，就是姐弟最亲了。所以你从来没有真正怪过他，对吗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怪过，但也原谅了。因为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被欲望蒙蔽了双眼，走错了路。但幸好他最终还是回来了。你是个好姐姐，丈夫说。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窗外城市的灯光璀璨夺目。我突然想起多年前，我和席涛还住在城中村那个小房间里的时候。那时候我们一无所有，但我们有彼此。现在我们有了事业，有了家庭，但最珍贵的还是我们姐弟之间的羁绊。经历了那么多风雨，我们终于明白，这世上最重要的不是金钱，不是地位，而是那些真正在乎你的人。5年后的今天，我和席涛站在泽阳科技的新办公楼前。这栋楼是我花了2年时间建起来的，20层，是公司发展的里程碑。姐，真不敢相信，我们走到了今天。席涛感慨道。是啊，我说，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差点破产的公司，现在能有这样的规模？这都是你的功劳。也有你的功劳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几年你的公司发展的也不错，我很为你骄傲。席涛笑了，我只是在尽力不拖你后腿而已。你早就没有拖后腿了，我认真的说。席涛，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，比起你，我还差得远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，我说，重要的是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，并且坚持走下去了。席涛点点头，眼神里满是坚定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姐弟俩坐在楼顶，喝着酒，聊着天。姐，你还记得当年婚礼的事吗？席涛突然问。记得。那时候周婉秋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你，我却什么都没说。席涛的声音里带着愧疚。我一直对这件事感到后悔。过去的事了，我说。不，我要说。席涛看着我，姐，对不起，当时我应该站出来制止他的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我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忘了你才是对我最好的人。席涛，我说，人这一辈子总要经历一些事，才能真正成长。你经历了，也成长了，这就够了。谢谢你，姐。席涛举起酒杯，谢谢你从来没有放弃我。我和他碰杯，一饮而尽。夜空中星光璀璨，城市在我们脚下静静的呼吸。这个城市见证了我们的拼搏，见证了我们的挫折，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。姐，席涛突然说，如果让你重新选择，你还会帮我吗？我看着他，想了想，笑了。会，我说，因为你是我弟弟，不管发生什么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席涛的眼眶红了。但是我继续说，如果你再犯当年那样的错，我会先打断你的腿。席涛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放心，姐，他说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失望了。我相信你。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很晚，最后席涛醉了，趴在桌上睡着了。我看着他，想起小时候他也总是这样，玩累了就倒头就睡，连澡都不洗。每次都是我给他洗脸、脱衣服、盖被子。现在他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不再需要我照顾了。但在我心里，他永远是那个需要保护的弟弟。我给他盖上外套，然后走到栏杆边，看着远处的江面。江水静静的流淌，就像时光一样，一去不回头。但有些东西
是时光带不走的，比如血缘，比如亲情，比如那些刻在骨子里的记忆。10年后，妈过80大寿，我们在家里办了个小型的家宴。席涛带着妻子和2个孩子来了，我也带着丈夫和儿子，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，其乐融融。妈，祝您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我和席涛一起举杯。妈笑得合不拢嘴，好好好，妈今天真高兴，看到你们姐弟俩这么和睦，妈就满足了。奶奶，我们也祝您生日快乐。孩子们稚嫩的声音响起，妈高兴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她一个个摸着孩子们的头。奶奶有你们这些孙子孙女，这辈子真是值了。那天晚上，我陪妈坐在院子里，看着满天星光。泽阳，妈突然说，妈想跟你说句话。您说。这辈子妈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妈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从小就让你担起这个家，让你为了弟弟牺牲了太多。妈，都过去了。没有过去。妈握住我的手，妈心里一直记着。泽阳，你是妈最好的女儿，最让妈骄傲的女儿。我的鼻子一酸，妈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，就生了你们姐弟俩。妈说，但妈觉得这已经是妈最大的成就了。你们都是好孩子，都有出息，妈满足了。妈，您还要看着孙子们长大呢。会的，妈会的。妈笑了，妈要看着他们长大，看着你们姐弟俩一直这么好下去。那天晚上，我想了很多，从16岁出来打工，到34岁时那场风波，再到现在47岁，这些年我经历了太多，有过辉煌，有过低谷，有过愤怒，有过释然，但最终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总会有波折，有考验，但只要心中有爱，有责任，有坚持，就一定能走过来。现在回头看，当年那场风波虽然让我损失了很多，也让我看清了很多，但也正是因为那场风波，让席涛真正成长了起来，让我们姐弟的关系变得更加坚固。所以我不后悔，如果让我重新选择，我还是会那样做，因为他是我弟弟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而家人就是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放弃彼此。夜深了，我起身回房间，路过席涛房间的时候，听到里面传来孩子的笑声，我停下脚步，透过门缝看到席涛正给孩子们讲故事。爸爸，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？孩子问。爸爸小时候啊，席涛说，是个很调皮的孩子，总是给你姑姑添麻烦。那姑姑会打你吗？不会，席涛笑了，你姑姑从来不打我，她总是保护我，照顾我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她是我姐姐呀，席涛温柔地说，姐姐就是这样的，不管弟弟做错了什么，都会原谅他，帮助他。那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好姐姐，孩子认真地说。对，你要当一个好姐姐，席涛说，要像你姑姑一样，成为家里的顶梁柱，成为弟弟妹妹的榜样。我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是啊，这就是家人的意义，这就是姐弟的意义。不管经历多少风雨，不管走过多少弯路，最终我们还是会站在一起，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。这一生，我无悔。